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嗨，我是凤凰。今天呢，我们要带来一个全新的企划，叫做身心灵白话文。因为有很多的专有名词，在现在这个身心灵很蓬勃的时代，那这些专有名词呢，可能各家的门派不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定义。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名词在我们的心中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也会邀请我们可以连接到的不同的高龄的意识来一起讨论。其实包括我啦，也是认识你开始做频道之后才比较接触身心灵。那其实身心灵有很多很多的用语，我其实也不是很明白。然后有时候也会有粉丝的提问，然后也会想要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决定，那我们就来做这个系列。好，那我们今天要带来的第一弹呢，就是大家常在讲的高我、小我、大我，这么多种我，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那我们先讲讲看我们两个对于这些词的想法好了。我自己认为呢，小我就是我们头脑认知中的我，然后呢，我们常常又会说，你遇到一些事情是我们头脑无法知道的嘛，好比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就会说啊，你的高我都会为你准备好啊，你的高我都会帮你铺陈好啊，你要相信啊，对，然后有一个比你更大的我啊，这样子会好像在看着你整个人生的进程啊，你的灵魂啊什么等等的，然后常常讲这些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有的人第一次听到就会宕机，你自己觉得呢？其实，在接触身心灵之前，我没有这么多的分别。你说的很好，你说的很好，反而是我们开始进到这个领域后，我们人会很想要什么东西都有个定义，对不对？对，所以对我来说，小我就是我本人，我们所认知的，对，我们所认识的自己，没错，没错，对吧？可是有时候你会突然做一些好像你并不知道，可是你其实有能力做到的事情。比如说考试之前会很紧张嘛，对，可是你这时候就会突然有一个莫名的自信，你可以做到，然后我就去考试了，然后我就做到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 moment 好像就是所谓的大我或高我在跟我说话。对我来说，我会有点像是，也许是一个潜意识跟表意识的自己。潜意识是，我觉得潜意识我的认为会比较像是就是所谓的大我或高我。就我刚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如果冰山其实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圆柱体的冰块啊，一半在海上面，一半在海下面。可是上面会因为风吹日晒，各种的侵蚀，它会慢慢变成一个不是你原本的样子。可是你原本其实就是这个柱状体。所以这个会比较像是教育啊，或者是你生活中经历的各种开心不开心都塑造出来的样子。但我很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常常在看一些分享的时候，有些人会这样觉得，就觉得高我就是比较有智慧啊，比较有什么的那种存在，好像跟我是分离的。然后小我好像很逊，对。修行就是要摒弃小我，对，我们要追求大我、高我，小我是不重要的，好像一个坏习惯要把它排除的感觉，我就会觉得很困惑。因为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我，然后正是因为有小我，你才会感受到大我是这么的不一样，你才会在生活当中突然有一种我被自己照顾到了，我其实被自己鼓励了。有一个更大的我，其实在照顾的这个小小的我，然后可能有一个视野更高的我，在指引我这个小小的我看不到的方向，或者是说我刚刚讲的，其实我本来就具备能力，只是我可能被掩盖掉了。在那个瞬间，我发现其实我做得到，这种由内而外的这种肯定、这种认同，这也还是我。没有高低，或者是谁比较了不起。那我们来call out高龄来看看他们怎么解释这些名词。还是我的大我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啊，你call看。那我就问他说他跟分多奇的差异是什么。所以我现在要发出一个意念，叫做我要call我大我。对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对。哇，这越来越大。我觉得他已经来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存在。很量体很大，就是大我啊。好，大家好，我是你们在场所有集合体。怎么样的集合体呢？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你们在场的4个人就像是同一根树枝分出去的4片叶子，
那我就是这一根树枝。芬多奇的话就很像是大宝这一片叶子的叶柄，而我是在更接近集合体的、更接近整体的连结的部分。所以我可以说，你包含了我们4个人，然而芬多奇只包含了大宝，可以这样说吗？这么说，但是你们每一片叶子又何尝不是跟它连在一起？如果要说这个，我们先可能要探讨一个问题，叫做我。好，我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头脑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说到我的时候，心理学家也把它分成了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本我、超我、自我、小我、超意识、表意识、潜意识。其实，如果当你们的感知力都可以打开到去连接更宽广的频率时，你会发现，其实我是万物，从来不是只是这一片叶子。小我，根据你们现在4个人所集体意识出来的一个答案，它其实就是非常接近你们所知的自己。你们所知道的自己，包含了此刻你了解的你，以及过去到现在你记忆中还记得的你。谈了什么样的恋爱，你跟谁相遇过，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然后来到此刻的你。你表意识当中这个暂存记忆体里面还有的你。但是其实呢，如果真的把你们人脑比喻成一台电脑或是一个记忆体的话，你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料是在硬碟的深处的，而这硬碟的深处，你们一直都还没有去挖掘出来，那也是你。而你们每一台电脑呢，其实又连接到广大的网络的，所以整个网络其实那也是你。所以你们所知的小我，目前大概就是一个暂存记忆体里面此刻所知的自己。我这么说吧，你们知道身体的五官、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我的一部分，对吧？对。那你会认为你的头发跟指甲谁比较高尚吗？不会。你也不会说我的内脏不重要，我的表皮比较重要，也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但是因为小我，让你们会感觉到，我已知的我就是这颗头脑里面认知的我，而你就是你的头脑所认知的你，我们貌似是分开的，所以明明是同一个我的来源，可是却对彼此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有高低，有喜欢，有讨厌，各式各样的分离所造成的一种比较。但殊不知，你们所有人以及万物其实都是我。当你们开始去学习打开自己的感知力，可以连接到不同频率的时候，可以开始去连接到更底层的你，好比潜意识的你，记忆中你已经遗忘的你，甚至未来的你，可以来给你方向来指引，甚至在活在不同频率、不同时空的你，然后你会得到这一些超过你头脑所知的你的这一些讯息来到你身上，而且你可以去流通跟整合这些讯息，在此刻来运用。那么你们所说的情绪，所说的创伤，所说的所谓的内在小孩，这些需要去疗愈的部分，就是你们内在频率尚未整合的自己。而尚未整合频率的你呢，它就会在那里呈现一种纠结的状态，不流通的能量。你们要做的其实是要去让那个能量被倾听、被理解，然后它才可以流动，跟你更大的整体整合在一起。而当你可以去整合过去的创伤，来到此刻的你有一个新的认知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它并不是原来你所想象的那一个固着的痛、固着的伤，而它其实也是在服务着此刻的你，否则你不会是现在的这一个样子。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聊聊一件事，所谓你们常常会谈到的自己那个我，造成了许多的分别，好比人我之间，我要如何在爱自己跟服务别人当中取得一个平衡？我要如何在相信自己，或者是相信一个未知的指引当中取得平衡？或甚至是国家之间，我如何取得平衡？新旧传统之间取得平衡？原生家庭不同年代、不同世代之间的沟通如何取得平衡？这个都是在整合不同部分的你。就像是刚才所说的，我如何去对于我未整合的内在小孩、未整合的过去的创伤流通取得平衡，所以所有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要让彼此能够打开互相倾听、互相理解的管道。而当这个管道被打开，你的能量跟对方的能量能够沟通的时候，你们就会调和，回到一个新的和谐。而不是每一个人武装着自己，只是用自己头脑所想的对方去看待他，他也用头脑所想的你来预设你的立场，而这样子从来没有真的敞开心去彼此交流，那么就永远在一个你我的分别心，永远在于我要如何取得平衡。可是其实所谓的平衡，并不是在 A、B 之间去找寻那个砝码的重量如何达到一致。其实平衡只是把彼此的闸门打开，打开之后能量流通，它自然就会和谐。所以你们要做的不是我要怎么去拿捏谁重谁轻，只是要放软自己的身段，要打开自己的心门，然后因为你的敞开，于是你也可以去鼓励到对方，让他也去打开他的心门，让他也去打开那个所谓小我的屏蔽，以及小我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恐惧、各种自尊、各种自傲的那一些小面具，就可以去融化。而当这些都可以畅通沟通的时候，你们所说的那一些平衡、那一些和谐就会出现。其实合一意识都是存在的，如同你们常说的觉悟、开悟，这一些其实一直是你们的自然状态。但是当你们用你们的小我，用你们很多的条条框框框架去限制自己，去认识到你们本身就是开悟的，你们本身就是合一的，是你们看不见、感受不到，但是其实你们确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包含我跟你们也都在同个一，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其实大家要做的，只是需要去了解你不了解的频率，理解你讨厌的人，去爱你恨的敌人，去沟通那个你最不想见到的部分。当这些东西被流通开来的时候，一就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大，小我就会渐渐的被你们认知到，它只是整体的我当中的一个小部分，但它不是唯一。了解，谢谢你。他讲一件事我觉得很棒，就是平衡并不是我们在砝码的两端去取舍。好比妈妈很想要为孩子付出很多，或者说我身为一个伴侣，我想要为我的另一半就是付出很多，我想要去满足他的期待，可是殊不知对方需要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个。然后我们在这边苦恼，我要如何在满足那一个期待跟我中间取得平衡？我觉得我们也许可以先从整合自己开始。你在一个合一态的时候，可能更轻而易举的就对别人打开了你的心门，然后就也可以鼓励他打开他的心门，然后大家就可以比较更有机会和谐的在一起。可是我觉得先不要考虑到整合小我、大我、高我，我觉得先整合自己没有办法跨越的创伤，先把心结松开来，就是功德一件了。对，真的。对，那我们就下次见，下次见，拜拜，再会。好难哦，他的话好难翻。好，最后一个问题，好难哦，好，加油，好。